俺老太太送给我一块黑不溜秋的东西。哦，她从小是一个哑巴，你看这值不值200块钱？这个东西这外观看着确实不咋地，看上去黑不溜秋的，又有点泛黄，这拖上去沉甸甸的比较沉，我看绝对不是一般的东西。为啥说值不值200？因为我今天去看望老太太的时候就花了200块钱，我也没想到她会送给我这个。突发奇想来问问价。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吧，你这200块钱啊，是你这辈子花的最值的一次钱。一般尊老爱幼啊都有福报，别看那老太太她不会说话，这送你这个东西可有分量了。这要我看的话，我看它就是一个金块啊。金块？对，可别吓唬我了。没吓唬你。这么大一个金块，恐怕得有半斤8两吧？这一下子得值好几万吧？几万还真下不来。你算一下，现在黄金多少钱一颗？大盘价500多一颗了，我这拖着得半斤以上了。你看现在的市场价算的话，10几万还是有的。但是我看你这个应该是过去的古董啊，那这价格就更高了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也有可能。我老太太她过去是我太爷家的童养媳，之前怕充公，可能放到现在。那也有可能。那过去破四旧的时候，但凡家里边是地主，那时候成分都不好，家里边的银元、银锭、黄金都得上交。当然，以前也有很多这个耍聪明的啊，在批斗之前都会把家里边值钱的东西藏起来。我看你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过去藏下来的。我只是听我爷讲过，那时候小时候家里面好像有很多银元都融成疙瘩了，最后也没卖上钱。那实在是太可惜了，因为银元好歹它是流通货币，一旦被融化之后啊，就变成含银量89%的废银子了。因为银元是9银1铜的含银量，你遭到破坏，那肯定是没有了收藏价值。我觉得你这个金块啊，很有可能是过去的小黄鱼融成的。小黄鱼？对。我同学家里面好像有几个，据说一根几十万呀。那我这一块恐怕不便宜吧？小黄鱼是1两重的金条，一根小黄鱼值不了几十万的价值。你说的几十万应该是那种大黄鱼，一根大黄鱼是300多克的重量，但是你这个重量达不到大黄鱼的标准，比大黄鱼要轻很多。刚才我都跟你说了，好好的银元毁坏啊，它就是一堆废银子，因为银元一块完整的那都得上千好几千。同等重量的废银子也就100-200块钱的样子呗，而你这个金块也一样，你看它这个造型，我看这啥都不像，上面两面都没有落款，即使它是一根大黄鱼融成的，那现在也只能按金价来算了，一根大黄鱼现在市场价20万左右，你看金价，这个金块肯定达不到大黄鱼的收藏价。另外我不知道这金块外边这黑不溜秋的这是啥，但是我看着这含金量绝对没问题。你看有些地方它不然不会有这么亮，这很有可能这金块之前垒灶台前了，因为过去没有保险柜，贵重的东西要么埋起来，要么垒灶台上面。那很有可能是垒灶台上了。你看这外边的颜色，这就像熏上去的。因为过去的黄金啊，含金量都是在998左右。第一个不存在大范围的氧化变色，第二个更生不出来这种黑不溜秋的东西。大概金块来龙去脉，那应该就是这个样子。只要值钱就行。我的预期其实并不高，就花了200块钱而已。那是。真没想到能得到那么贵重的东西。那你这叫做福报。再一个，那老太太也是真给你亲。你想想啊，这10几万的东西说送给你就送给你了，花了200块钱，你这是几百倍的回报率了。你现实生活当中，你要想挣10几万呗，恐怕得付出很多倍的努力。这个金锭，反正我个人看含金量还可以。这个虽然说不是过去的古董，但是你这留手里边，以后缺钱的时候啊，你可以随时随地啊都可以按金价去变现换钱。好，还抓紧来吧，给我改天再多去陪陪俺老太太。对，快100岁了，谢谢你了啊！不客气。说实话，这块银元不舍得卖，这是家传几代人留下来的，都是多给我几百块钱啊。多给你几百块钱，看来你这是对银元不懂啊。几百块钱现在只能买到外国的那个阴阳坐阳，连普通的袁大头都很难买到，更何况你这个是龙阳造种，壁面看上去虽然说有流通痕迹，但是也不至于几百块钱吧？这东西不是你了吧？这块银元为我们家出过不少力。之前一家老小的发烧都靠它挣的只不过现在在家没啥用了。一块银元为你家出过不少力，
纸钱花销都是靠它挣的。这银元是过去的流通货币，听你说了那么多，怎么变成咱家的挣钱工具了？还之前有用，现在就咋没用了？你这话说了，我都一知半解。我家里以前是专门做刮痧的。哦，刮痧。这块银元就是刮痧最好的工具。现在因为没有人继承这门手艺了，所以说现在它就没用了。原来这个银元是恁家刮痧用的。说实话，刮痧用银元，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。不过银子啊，确实可以杀菌消毒，怪不得我看你这个赵总啊，你看壁面满纹这个地方磨损很多，原来是刮痧用的。说实话，刮痧用一块赵总确实挺可惜的呀。反正现在放家里也没啥用了，寻思着能卖几百块钱就几百块钱吧。我们女人家又不喜欢玩这个东西。就是不再喜欢，说实话也不能当废铜烂铁破烂卖啊。一块银元啊，几百块钱是买不到的，因为你不懂行情。我就简单的来跟你说一说，这个是龙阳3剑客之首的造币总厂，在过去啊是晚清他那个时候的主流货币，重量不到1两，过去的购买力啊，相当于现在的6、7百块钱吧，也算是大钱了。你放到现在也算是无机文物了。100年前的东西放到现在也不容易，能值多少钱啊？完全看状态。就你这个，说实话用刮痧用的，你看壁面满纹这个地方啊，磨损是最严重，也可以说还能看得清这个满纹吧。龙阳主要是看它这个龙鳞，你这个龙鳞啊，说实话有一定的这个流通痕迹，不过看这个鼻子啊，还算看得过去，整体字口，还算是清楚。说实话，看你这个边齿的话，确实是一眼开门，确实是过去的老银元。因为现在纹银元啊，都讲究一个品相，你呢也可以说是这个传世宝匠嘛，因为经常刮痧用，对吧？你可以说是银元被玩熟了。就目前你这个状态啊，能卖个1万1、2是完全没问题的。1万1、2？对。老板，你可看好了。以前我也卖过银元，才几十块钱一块。那是嘞。现在你给我那么多钱，你可别吃亏了啊。这个你尽管放心，我给你估的啊，都是现在的这个市场价。以前卖银元啊，确实很便宜，现在银元都涨价了，因为这些东西啊，它是不可再生，尤其是越来越少，对吧？像这种龙阳，你看明年就龙年了，所以说买龙阳的比较多一点。说实话，家里有很多东西都当破烂卖了，没想到一块银元能卖那么多钱，居然还能卖一个好价钱。那是了，银元这个东西它和其他东西不一样，因为它这个存世量啊，你看就那么多，毕竟这些东西啊，它也是那祖上留下来的。如果说你真不缺钱，我还是不建议你卖，说不定以后啊，那这个子孙后代啊，或许还能用得到。你可不能让那这个刮痧的这个祖传的工艺啊失传了啊。还是变现吧。有句蠢话说到前头啊。买定离手啊，你别买亏了啊。以后再回来找我，到时候我可不认啊。这个你尽管放心，规矩还是懂的。银元这个东西就是买定离手，这是大家都懂的道理。无论这个亏赚啊，都不会再来找你了。咋弄？确定出我都给你出了。出了吧。那行。没想到日本废品店里能捡到大便宜，1万日元捡漏，严重的大熊猫。我上网一查，价值上千万。大爷，你还真别说，你这个银元确实是银元中的大熊猫，张作霖的文装军阀币。我都上网查过了，现在市场价1000万以上。没想到它修来的那么快啊！对，张作霖系列的军阀币历来啊都是价格过1000万级别的。最主要的原因啊，是它这个存世量较少。我看你这一块壁面，这还带铝锈包浆了，尤其是它这个边齿这个地方全是铝锈。大爷，刚才听你说，你这是在日本废品店里边买的，这是咋回事？我常年在日本收破烂，每年大概能给我挣个10万8万的，大部分都给孩子们花了的钱。在日本收破烂的话，一年挣10万8万了，那确实挣了不少了。比我们年轻人挣的还多嘞。那是嘞，无论在哪里干，只要好好的干，都能挣到钱。对，在废品站里看到这个张作霖原来的时候，我没想到他们日本人竟然不懂咱们上面的中文。不懂也很正常，毕竟每个国家的文字都不一样。一般像我们国内玩银元啊，基本上都是在古玩店，毕竟这么贵重的银元都很重视，装盒子里边，摆到柜台里，生怕磕着摔着了。
而你说的这个银元竟然是在废品店嘞，一般这个废品店，这不都是人家不要的东西，废铜烂铁堆里，咋可能有这么贵重的银元呢？你不知道，日本废品店呐比较正规。哦，他扔掉的东西啊，基本上都可以用咱。哦，相当于咱们的二手交易平台。哦，给钱都管卖。怪不得你能淘到这么漂亮的银元，原来别人不要的东西，哎，既然这样，你都知道上网查一查，那别人都不会上网查询一下吗？刚才我们都说了嘛，中文他们根本都不认识不懂。哦，下来也没有咱们的软件。我就想好了，卖了个上千万，我就退休了，从此不干了。那如果这个银元是对的话，像你这么大年纪，确实也该退休了。但是我看你这个银元，这有点别扭啊。你这有啥别扭啊？这是个一眼开门的包浆，真假无忧。放心，日本那边根本没有假货。一眼开门的包浆，看来你对银元多少还懂一点。但是你这个包浆，我看啊，它不是一眼开门，尤其是它上面这个铝锈，哎，这个很浮，壁面压力我看也不是太明显。因为张仲林系列军阀币啊，它是属于样币，样币顾名思义啊，就是没有大量流通，只是湿住了几块而已。就是因为它的存世量少，所以这个价格啊才上千万。你这个是17年的文庄项，哎，文庄张仲林啊，其实存世量在其他几个年份里边也是最少的，哎，你不要看历届拍卖会上的那个价格。至于你说的这个日本没有假货，我看你这个银元，它应该是真银假币。你啥意思？啥真银假币？你有说多少钱吗？真银假币啊，是指你这个银元是银子做成的。但是年份并不老，并不是过去民国17年铸造的，属于现代的艺术仿品，包括这上面的包浆，这都是做旧做出来的。那你看现在的价值来看的话，目前也就是一个银价，200块钱一大管。200？对，你别给我闹着玩了啊！我1万日元买的，200块钱的话我还赔钱嘞。对啊，1万日元，这和咱人民币差不多500-600块钱嘛。那你按真银假币算的话，肯定是亏钱了。哎，这个真银假币啊，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它都有，所以你对某个行业如果说不懂的话，最好啊也不要想着去捡大漏，哎，捡大便宜。真币啊，确实是上千万，假币，对吧？别人就是要挣你的钱了。记住一句话，买家永远没有卖家精。你这个银元啊，说实话，1万日元买了就当一个小玩意玩玩就行了，哎。我看你应该不懂这点啊，我还是上北京做专家去看看去吧。那行，那你多转转，多问问也行。老板，你赶紧给我看看我吃亏了没有啊？我有1000块钱给别人换一个银钉子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既然不知道真假，你都敢给别人乱换东西，那你这1000块钱危险了。来，我看看啥的银钉。危险倒是谈不上啊，这个钉子我用火已经烧过了，确定是银子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清朝的。你这个钉子大小，这一看这都是10两的，唯一可惜的就是你烧的太白了，好在这个钉面没有遭到破坏。钉子落款，哎，写得很清楚，宣统年太谷县，这足以说明这种钉子啊，在过去属于官钉，翅膀两侧比较对称，多少有一点流通痕迹。看底部蜂窝的话，像老的。你这1000块钱咋给别人换的？我是首饰加工店老板。哦。今天大年初一的嘛，对，店里来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。哦，上来就用这让我给她加工一对粗手镯。拿这个老钉子加工银手镯，确实挺可惜的。一般70多岁的老太太观念比较传统啊，不会轻易的给你们换来换去了。可被你说着了啊！这大年初一就我自己看门了。买首饰的也是比较多。那是。我故意晾着她的。我说今天恐怕给你加工不了了，让她过几天再来。结果，他比我还急嘞，说进一趟城不容易。那70多岁老年人进一趟城确实不容易。不过话又说了，现在纯手工加工银手镯的师傅不多。另外啊，就是拿这种银元银钉加工银首饰的老年人，大多数他都不懂他们的收藏价值。其实卖了银钉银元再去买首饰更划算。我肯定不会告诉他们这些道理啊。那是。不然你说我赚钱赚谁嘞？对。我称过了，这个钉子370多克。我给他按200克兑换了银手镯。那你这都不对了，明明10两重的银钉，首先它的含银量也不差呀。你光看你这烧的白花花的，即使你再不懂，你也应该能看出来它的含银量，这都能达到99%以上啊。
这一下子少给人家170克，你即使加工银手镯有损耗，也不至于给人家少那么多吧？一过年嘞，今天大年初一嘞，亲戚都没走，我看门啊，肯定得多多挣钱，是不是？反正他也不懂，你帮我看看能值多少钱？兄弟啊，君子爱财，咱们得取之有道啊。70多岁的老太太放一个银锭不容易，好东西怕就怕遇到你这种生手。首先可惜的就是你给他动火把包浆烧掉了，这种银锭没有包浆挺可惜的，一般人看不准，因为包浆对银锭来说很重要。你再养包浆的话，估计得很多年。通过你清洗之后，可以清楚来看出来，这个字口你看还是挺清晰的。锭子属于宣统年间造出来的，锭子虽说有流通痕迹吧，但是整体不是太明显，尤其是它的蜂窝看着挺自然的。这个银锭啊，其实主要是看它的蜂窝的，东西看着没啥问题。适量的银锭市场价很成熟，看你这个品相状态的话，也能卖个1万多块钱吧。啥都不说了，今天过年我也看你，这个银锭啊都给你留下来，我净赚1万多，回家睡个美觉去。你也不要着急变现，我觉得这个银锭没那么简单。像你说的，只用1000块钱的银首饰给老太太换回来了，这万一老太太回到家感觉吃亏了，或者是她的子女感觉不划算了，再找你换回来，你这轻易卖掉了，这也太草率了吧？这不草率啊！那1000块钱的手镯我都给他戴上了这个手镯戴上之后啊，就不存在给他再换回来了。哎呀，兄弟啊，还是那句话，做生意得看长远一点。咱在网上买东西，人家还7天屋里有退换货了，何况像你说的200克的银手镯，你平时买也都1000多块钱买，那人家执意换回来，不给你1000多的费用，你肯定得跟人家解决问题啊。我肯定不解决。这到手的利润我不可能给他退啊。你直接说吧，有其他问题我自己来解决。那你这样说的话，我能要的东西我也不能要了。这银锭还是你的，给你赶紧拿走吧，拿走吧。你这老板啊，真是太呆板了，到手的生意啊往外推，真少见。俺爸说这个东西就是一块生铁，吸铁石也吸不住，要它一点用都没有。哎呀，吸铁石吸不上，那就说明它不是铁，甭管生铁、熟铁，吸铁石对吧都能吸。这我看你这上面还有字，这造型啊，这倒像一个古董啊。俺老公也说了，说是古董。你说谁家的古董会这么黑不溜秋的嘞？黑不溜秋很明显啊，这是它的包浆。你看它这个造型啊，像银亭，中间窄，2头宽，上面有字有落款，而且这个底部还有蜂窝。蜂窝这里你看，这应该是被打磨过，里边是澄白的。你这还没说这东西是搁哪来的？提起的这个东西啊，我都可烦。俺老公去钓鱼去了。钓个鱼吧，他多管闲事。花500块钱买个这。相当于是钓鱼的时候花500块钱买别人的，那你这买回来也不亏啊，这好歹也是一个老物件啊。好啥呀？卖给破烂的，4斤重的东西，人家就给了100块钱。把我气的啊，直接让他跪搓一板。跪搓一板还真不至于。为什么说不至于吧？你拿这个东西你卖给收破烂的，只能说你问错了人。4斤重的话，它这个重量差不多是对的。过去1两是37.3克，50两就接近4斤重了。你这幸亏是100块钱没卖，一卖的话，说实话你就亏大了。我觉得500块钱买个这本来就亏。你说人家挖蚯蚓挖出来的东西能有什么好东西？挖蚯蚓挖出来了就对了。你看它这个包浆发黑，基本上沾着水坑里边出来的东西啊，它外边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。细看你这个字口啊，你看还都不错，还看清楚上面的字了嘞。就是上面带的有字儿。俺老公买的。就这，我搁家里边刷可长时间才刷干净。这啥都不说了，这个银亭啊和你有缘。你看上面写的有字，泉州，这是福建那边，离咱们这有几千公里。这中间这个地方，你看其重50两，50两就相当于现在的1900克。字体这一看，这都是粘刻上去的，和我们现在的字体啊，这明显都不一样。那照你这么说，难道我冤枉俺老公了？对。难道这个东西还是宝贝了？对呀，主要是你500块钱买回来的便宜啊。像这种银亭，在我们个人家里边其实并不常见，尤其是你拿过来这么大个的，50两在过去啊也算是最高的大额货币了。你看它这个造型是典型的中间窄、2头宽的形状，
这个做工现在看起来非常精致。这种银亭啊，在明朝之前它被广泛灵通，一般是属于官定，所以这个存世量特别少。你说的太好了，那我让俺老公跪搓一板，看来是我的错了。对呀，这大概能卖多少钱呀？跪搓一板其实是你们的家务事儿，肯定是大大的冤枉他了。至于能卖多少钱，我给您按当前的银价估吧，1900克你乘以5块多，这保守银价也1万出头了。按银价也太亏了吧？对，你不是说他是股东吗？才1万出头呀，太少了。肯定是不能按银价估了。我打个比喻，就相当于现在卖破烂的价格，这个银亭的含盐量大多都是在95%以上，和银元一样，最主要是讲究一个品相好坏。你这个品相没有大磕大碰，而且它这个字口落款保存的比较好。具体上面这个追溯到哪个年代，等会儿啊，我用油布具体给你看一下，年代越早越贵吧。另外就是它这个外边的包浆，你看属于全身大老黑，包浆比较均匀吧，其他也没看出来有什么毛病。这样大概给你预估一下吧，凭这个状态大概2万到5万左右的这个市场价。乖乖嘞，没想到牙能赚几十倍嘛！对，我这回去我得给俺老公好好的奖励奖励他，快点他。那确实需要给他一个大大的奖励。一般我们个人捡漏确实很难遇，这幸亏是挖蚯蚓那个人啥都不懂。如果说啊，这是个人家里边祖祖辈辈传下来的，你别说是500，你就是给他5000，估计别人也不会卖给你。给你拿回去吧，以后缺钱了，到时候可以随时变现。好嘞，老板，谢谢你了，你真实在。没事。老板，你好。那这收黄金不是吧？回收黄金啊。看我这个。这个啥？黄金天命啊，今天啊，你们看见没？今天。好家伙嘞！大宋通宝，这看着金黄的。肯定了，放几百年了。这咋弄的？家里传下来的。家传的？对。你这个确定是家传的？确定。这拖着估计得有10-20克。那可得。哎呀，13.5克。这要是黄金的。咋拖的你？不是12克了吗？咋13.5克呀？就是黄金的话，估计得有30-40克。这只有十几克。10几克也不少零钱啊。那这个可惜它不是黄金的。啥呀？放几百年了，这黄澄澄的，这不是黄金，这是啥？你跟我说这是啥？我看着有点像镀金。镀金？对。那镀金它咋不掉嘞？放几百年了。对呀，你放到现在，你看还能放？要镀金不都早都磨掉了吗？我也不清楚。你到底懂不懂啊？我看着像新铸的，你看没有像几百年，应该是新铸的。哎，谁铸这呀？现在这都传下来了。那这个，今天拿来卖是吧？对呀。那我这给你20，你卖不卖？啊？20看都不让你看。那你想卖多少？肯定按黄金价格卖了。13克，是吧？13克。4000多块钱啊？对呀。那我也不能要，这我确定。其实4000多我跟你说卖也亏着嘞。他传家宝，他都无价之宝，你给我4000多我都不想卖。那不行，那要不了，你再转转吧。你这不知道你不懂行。好吧。老板，我这里有20斤破烂，我数了数，大概有1500个，你看看能不能卖2000块钱？小朋友，你这可不是什么破烂啊！我看这都是清一色的这个铜板，张口要2000块钱，这几个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那你感觉贵的话，你说多少就多少呗，反正我也不懂。你不懂，我可以给你讲一讲。这些都是清一色的石纹铜板，我看你这品相还算可以吧，字口清晰，你看这龙鳞比较完整，而且个个都是巧克力的包浆，你这连多少斤甚至多少个都数得很清楚。那你这些铜板这具体是哪里来的呀？这些东西都是我奶奶家里的，上次有个收破烂的就给1500块钱，因为我平时喜欢玩，所以就没卖。没有卖肯定是对的，收破烂的给1500，纯粹啊是按铜价给你算的。很多人对这个铜板不懂，有一大部分人卖了
肯定亏了。那照你这样说的话，我没卖是好事儿了。那为什么刚才你嫌我卖的贵呢？我并没有嫌贵，我看你这个年龄并不大，今年几岁了10岁了。10岁应该是上学的年龄，你这冒冒圈的提着20斤的铜板过来，说实话让我吓一跳。你不应该背着你奶奶把这些铜板拿出来卖，况且啊，你卖2000块钱，你说你想干啥呀？我啥也不干，老板你误会了，我这是替我奶奶拿出来卖的，她年纪大了，走路又不方便，我怕累着她。那听你这样说的话，你确实是一个好孩子，算是年龄不大，利用这个业余的时间为奶奶分忧一些家务，确实你这种孝心啊可嘉。平时奶奶也疼我，给她干活是应该的。我主要是卖个钱，我要给奶奶买个空调。这冬天太冷了，我怕冻着她。哎呀，你这确实是懂事啊！今年冬天啊特别冷，往年咱们这里气温也就是零下2-3度吧，今年能达到零下7、8度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最怕冷，给奶奶装个空调，我支持你。我问了空调一个2000多，再加上我几百的压岁钱，把它卖了应该够了。用不上你的压岁钱，你这1500个铜板绰绰有余了。我先来给你讲一下这些10文的铜板，它的这个材质啊，虽然是铜，不懂的大多数啊都当破烂卖了。虽说是铜，但他们啊，毕竟也是这个100多年前的流通货币，放在过去啊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钱，用它们可以买东西，能完好无损的保存到现在。单纯的来讲，他们又不是破烂，又不是铜这么简单了。就这么跟你说吧，现在我们个人家里只要是有这种铜板的，大多数都是当传家宝留着的。你说你给他1块钱一个买走，说的天花乱坠，人家也不理你。那照你这样说的话，那一个能值多少钱？能值多少钱主要是看品相的。常见的铜板啊，有10文、20文、50文、100文、200文，品相最好的就当属这个10文，因为10文啊，从晚清一直发行到民国，大多数啊都是清朝那时候发行的，所以常见的10文基本上都是龙板多。你看你这里面100个差不多有70个是龙板。首先看包浆，大多数啊都是属于巧克力包浆，我就随便抓一把吧。你看它的品相，再看它的字口，都是清晰的。龙鳞基本上它的状态都是可以的。这些铜板就相当于是通货美品了，一个市场价在20左右，1500个的话就是3万左右了。哇，老板真能值那么多吗？这价钱也太喜欢人了，幸亏以前是没当破烂卖啊。你说的很对，幸亏是没当破烂卖，当破烂卖那就亏得流鼻血了，只不过是很多人不懂罢了。你的这些铜板呢，我们一起拿着去找你奶奶，如果她同意卖的话，到时候你再给她买空调，好吧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老板。没事没事。我50块钱啊，收了20块银元。这个卖银元的家伙啥都不懂，看我这一次给我赚多少？50块钱一个收的银元，别人啥都不懂，那你肯定捡大漏了。来，我看看都是啥的。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本来是一个收破烂的，这一个客户了，看来这银元全都是他拿他爷爷的收破烂的，跨行收银元，你这种操作啊，确实让人为你捏把汗。还真别说，这拿出来的这几块银元，这都是一眼开门啊。如果说你这20块都是这种入盒的平级银元啊，那你这一次绝对捡大漏了。50块钱一个卖给你的话，这个人啊非杀即罕。像这种拿爷爷的银元卖给你，这1000块钱收来，你这也不合适啊。这有啥不合适的？他当时啊急需用1000块钱现金，正好我兜里也有那我们这叫各取所需。说实话嘞，有钱不赚，那我不变成傻子了吗？兄弟啊，你这话我都不认同了。正所谓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不管啥样人的东西你都要，尤其是那种憨憨的，那50块钱一个卖给你，说明他对这些东西不懂。再说他拿的是他爷爷的东西，被他爷爷发现了，肯定要追究他的责任了呀。你知道我出来忙活一天才挣多少钱没？多少啊？一天辛辛苦苦才挣100多块钱。除去家人的花销，几乎都没有多少盈余。我这好不容易遇到一泡好生意，肯定多少得多赚一点了。挣辛苦钱虽然说累点，但是心里边踏实。
像你这种合资是多赚一些，你知道这一块银元能卖多少钱不知道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反正我知道银子一颗怪得5、6块吧。这20多颗银子差不多也得2、300块钱。20块的话，咱都说也得5、6千吧。你这账是咋算的呀？一颗银子5、6块，25、6颗才算成2、300，你这不是给我搞笑了吗？我外面的盒子钱不是也算上了吗？如果卖破烂也就1、200块钱。如果卖给恁这搞收藏嘞，再加个1、200不都行了吗？我是这样想的。你说的很对，但是只说对了一半。银元虽说含银量只有89%，但是它不完全按银子的价钱来估算，更多了呀还是它的收藏价值。就拿你这手里边的这个大汉来说吧，已经评级入盒，一般像这种2000左右的银元入盒费用差不多都50块钱了。啥东西啊？都是外面这一层盒子不管值50吗？对呀。那你这说出去谁信呢？这是啥塑料啊？咋管值那些钱？你先不要岔题，一般像这种评级币都是装在类似塑料盒里，就是为了防止银元有磕碰。但是他们背后有评级公司做担保，所以这个真假都可以在网上查询到。所以这个评级给人家50块钱也很正常。重点是我们来说这种盒子重点，20块银元里边，咱都不管这里边这都是啥来了，就说这个大汉嘛，这是典型的四川军阀币。你看这每一个都带分，状态都非常好，币面没有任何的瑕疵，就这样一块银元轻轻松松卖个1800-19没问题啊。一块银元管卖1800吗？对。我的乖乖，这银元咋会那么贵啊？我以为2、300嘞。这以为捡个大漏，没想到今天捡的是惊天超级大漏啊！我这又惊喜又害怕，这挣的也太多了吧？又惊喜又害怕都对了，高兴的事能挣一大笔钱，害怕也是1000的本钱，你挣几10倍的利润，说实话，这不是咱普通人该挣的利润。建议你还是把这个银元给人家还回去。你说的对，这些银元价格确实太高了，不是我一个收破烂的所能驾驭得了的。对，有这种想法就对了。下次千万要注意，脑子有问题，不是自己的东西千万别乱收。还有就是自己不懂也不要碰，万一是假的，你这1000块钱不是打水漂了吗？谢谢你老板，谢谢，我赶快给他还回去，给他还回去。没事。这3块大钱是我爷爷给的压岁钱，给我就是让我花的，在家里都快放黑了，正好我要买个新书包，老板来帮我算算能卖多少吧。一位12、13岁的男孩子边说边把东西递给我，我在计算器上打出回收价。男孩子看后迟疑了一下，虎头虎脑地说还是卖了吧。说到小孩的心智，不到一定的年龄他是不成熟的，有时候难免会把几千的东西冷不丁的给当破烂卖掉。今天我就遇到了一位这样的男孩子，背着一个书包，若无其事的来到店里，进门就说自己是来卖东西的。我当时好奇的看到他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纸包，我接过男孩子递来的纸包，拆开就看到了这3块银元，整体看上去也不是太黑，1块贵州银币，1块上海1两，1块外国的阴阳。说实话，第一眼看上去特别的面熟，我经常在古玩街地摊上看到他们的身影，很好奇男孩子拿这3块银元究竟是怎样的卖法。男孩子开始说话了，他称银元为大钱，说这是今年过年爷爷给自己的压岁钱，意思就是让自己好好学习，以后有本事了给他买一些这样的东西，反正是送给自己了，也就是自己当家做主了。正好赶上最近这几天用钱买东西，所以一直携带在书包里，路过这里准备卖了。听完男孩子的讲解，我当时的好奇心刷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，但是我也不是他的家长，有可能我说的话也改变不了他的想法，所以我就直接想用价格逼退他，直接在计算器上打出10块的数字。男孩子看到之后简单的愣了一下，没想到直接向我说着还是卖给你吧。说实话，这结果是我始料未及的。从我的报价来看，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些东西其实就是白铜，想着给他一个破烂价，而他竟然还是要卖掉。幸亏不是几千块的东西，不然答案也是一样的。一计不成再来一计，说这3块银元不得了，能顶个5位数呢。可能是我的这句话起了点作用，男孩子伸手算不得了，可能感觉换个零花钱还行，一下子能卖那么多，可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。还别说这一计还真管用，男孩子立刻装了起来，快步就往外走。
一句多余的话也没说，估计这回已经回到家了，说不定正和爸妈说着这个美事呢。大家觉得呢？这还家传6块银元啊，我给俺媳妇的啊，他说是假的啊，还叫我骂一顿。骂一顿也太不值当了吧。不过大姨，你这银元确实是有真有假，你可以清楚的看一下，这6块颜色你看一下，它都不一样。像这种壁面发黑的，这材质连银子都不是。不可能啊！这几块银元正出传的，有下乡加工银镯的，他们说还是真的。大姨，你这一半是真的，一半是有问题的。你像这几块，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，过去家里边有很多啊，都用他们加工银镯了。这都是正儿八经祖传下来的，而另外这3块，你看这材质，这连银子都不是，这也属于近些年啊造了假，在我们行内被称为一眼假。我们过去人都是时代人不存在坑蒙拐骗之说。这奶奶说邻居给我借走能换成假的了吗？借走的话，那就说不好了，毕竟你连真假都看不懂。借东西啊，讲究一个完璧归赵，借走啥样的，拿回来也是啥样的。就从外边的颜色看，这都不一样。我只能说啊，恁这个邻居太有心计了。我妻儿说我啥都不懂他孙子手上起了个计，他说用老银元擦了都好了我没想到他会犯。你这赵玉啊，算是好心帮忙，落了一个背叛。你想想，你好心让他用银元，他应该有一颗感恩之心，不应该这样使坏。你要是放在些小气人身上，你别说把银元给借走了，你就是当着他的面用。万一人家害怕你万一掉地上折价了，现在说啥都晚了为了这几块银元，刚开始说这一块值几十万这卖2年1块没卖掉，1块几十万你别说卖2年了，你都是卖200年你也卖不掉，因为这些银元这都是常见的币种啊，里边虽然说有一个这个丁位双龙1两，这种货色是假的太可笑了，把这些银元给你估几十万一个，那都是忽悠你的其他鉴定费了呀。可被你收走了俺儿媳妇现在还我还费了，说我没这安啥好心骂我的话我都没敢跟你学。你被别人一下子忽悠走好几万啊，这种失落的心情可以理解，毕竟现在挣钱也确实不容易，但是因为自己的无知也不至于骂你啊。虽说这银元有假嘞，但是他是被网上专家忽悠走了各种费用，那完全是因为自己的认知有问题。就单说这里边的这袁大头吧，你放平时这都千把块钱一个，壁面带戳的也就好几百块钱一个吧，你这3个是一眼开门的，另外这3个这银元说实话这是假的厉害了，你放平时根本都见不到。刚才我没细看，你这2块一个是签字版，一个是苏维埃，这大头说实话你搁平时根本都见不到啊，这都是几百万几十万的币种啊，这现实生活当中确实也有这样的币种，而这种丁位1两我倒是没见过。1两本身就比普通的银元个头大而且重，你看一下对比一下，它俩是一般大的。这一对比啊，简直跟常见的银元一样大。我看是确实一样的大。那是我今天过来找你的目的，这2年俺媳妇花了好几万这我找别人可是不是管退了？那你找别人退钱恐怕很难啊，因为网上专家之所以给你估高价目的就是为了忽悠你的其他费用。这几万他也不是1天2天花的，你像平时去外地来回路费加上各种开销，这种钱花了就相当于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。我这有一半是真的看能不能卖个几万，我好不如贴补俺儿媳妇看着好可怜的。肯定卖不了几万啊，你这相当于是2块大头1块蘸人，这3个也就是一个通货价3000块钱，而另外这3个这连银子都不是，分文不值没人要。那儿媳妇主要是想发财，别人正是利用他的这个心理啊，才忽悠走他口袋里边的那几万块钱。你这有钱都帮，没钱你也别多问，别惹他生气就行了，反正是吃一堑长一智。那好吧知道叫他过来找你也不许上别人的当了。那是的，吃一堑长一智吧。你好，过来了吧？老板想弄点啥来？我有几个传家宝。传家宝？你来看看。哎呀，银元啊！是的。哎呀，这银元确实品相都不错。对啊，我都看，经常都是干这东西的，你有没有见过？你是不是很少见这样的？说实话，这种都是带光的银元，大清玄山，带光确实不错。
东西都是真的，没问题。北洋、段威，哎呀，你这音乐放的挺好啊，都是带光。你刚才说的啥？说的我说啊，就像你经常见、经常看这东西，像我这种，是不是很少见？实话实说，这种确实很少见。你这音乐，说实话，带光的太少见了，几乎我做那么多年生意，遇到了太少了，少之又少。那你们意思像那种存世量应该不大吧？存世量，这个银元的存世量其实是挺大的，因为它是过去的这个通用货币啊，它就是钱嘛，大家都在使用它。你想想，咱中国有多少人一直在用这个东西，所以说存世量还是挺大的。但是就像这种带光的，说实话比较少，是属于那种可遇不可求。你看咱过去的银元基本上大部分都流通过，就像这种没有流通过的比较少，少之又少。像这种咋说嘞？有些人有钱不一定能买得到。对，这是那祖传的，今天拿过来是准备变现还是估价？你这是准备变现吗？我得问问，我得来问一下子。然后我又想再问你一个问题，老板。就这，比如说多少年以后，这会不会就是很升值啊？我先看看你这几块银元嘛。首先，你这几块银元我先讲一下，这个是段威，然后带光。这种一般像这种段威带光，像这个品相少之又少，而且这个大青，你看一下，全字口全龙内，没有任何的磨损，这种说明啊，在过去没有流通过，特别特别少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咋说嘞？太少了，你如果说实话，我们平时见的不多，而且你这个看没有，这个是棍子版，这后边是小头棍子版，这种属于军阀小头，包括这个也是，你这4个银元，4个不同的版，都是军阀版，这是属于军阀小头，这种说实话，当年发行量太少了，所以说存世量更少，未来你咋说呀？未来就像这种银元带光的没这么流通的，肯定是大趋势。那就比如说啊，我现在要是有100万，然后我买就像我这一种的，它会不会有大批量的诱惑？你说这个问题我明白，你说你这个问题啊，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，就是你有钱不一定买到好东西，知道吧？尤其是这种大批量的太少了。刚才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可遇不可求，明白吧？这种东西太少，比较少。你现在其实让我找出来10个，说实话我都很难找。带玉，明白吧？因为我这种少。对你这几个，反正你要是卖的话，价钱也都不错。你看你今天出手不出手？不出手。不出手。对，这是家常的东西。东西都不错，说实话，存世量不大。我说实话，我干那么多年都比较少见。你看来你保存的不错，还继续保存着，我还给你都这样装好。别有摩擦，这种银元说实话，就怕磨，一磨，反正这个咋说嘞，价格就低了。我跟你说，我都保存的都可好了。好，你收起来吧。好嘞，谢谢你老板。不客气。啥东西拿出来看看呗。你在这，真是好东西了。多好的东西！你每次都说好东西，结果我没发现你有好东西。这肯定是好的呀。见过没有？这个还真没见过。康熙，还真是康熙年的了。那是了，古东西了。知道这是啥不知道？这不都个元宝吗？金元宝吗？这过去有金元宝嘞，我跟你说，那都是有名有姓了，咱普通老百姓家可没有，这个难弄了。我这俺女朋友啊，谈个女朋友，他家大业大了，有钱。谈个女朋友送给你了。你的女朋友真有钱，还真是土豪。那是嘞。这个东西咋说嘞？我这一拖，感觉这个黄金没那么重像铜人拖着。可能而且它这个颜色也不对咱搁这来说了，这颜色能像是黄金吗？你看有的都掉色了。黄金不都是氧化了，黄金是黄了不假，但是黄金它不会氧化不会变黑不会变颜色变浅对不对？再说这真要是过去的这个金元宝，这可了不得了。
这说实话这是玩的，一般啊，他可能就是搁家里边拿来，一般他有的人他喜欢这些东西，他买来往桌上一放，哎，他的那种招财进宝的那种象征寓意，并不是真的，知道吧？他是送给你的，你想想，随随便便送你个金元宝，那是不可能的呀，对不对？你这拿出来想哪想变现想看看真假。是的呀。今天终于知道真相了吧？就是玩的一个小玩意儿，你把它当真，说实话都有点太可笑了，知道吧？那好吧。你这个东西啊，你这娱乐往家里一放，充面子可以，真正的说实话，它不是真正的黄金那肯定，这女朋友送我了，那肯定我得供起来了，放到摆件。对呀，那你对，它不是黄金的，它是一个小玩意儿。那我也装进来吧。好。你看我这10块银元能不能值5000块钱？反正第一次收获也不知道赔多少。10块银元想卖5000块钱，如果是真的话，这稳赚不赔啊！我这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我在家苦读2年的银元大钱，回来这仅有5000块钱，收回来这10块银元。听你说这话有意思啊！在家苦读了2年的银元大全，你都敢下去收获，你这种精神可嘉，恭喜你的运气还不错。这5000块钱好歹啊没白花，你看这里边啊还有一块34年的北洋龙，东西看着还行，这是啥的人能会真便宜卖给你10块银元？这是昨天我在乡镇集镇上摆摊儿，一个10几岁的年轻人卖给我的。他说这是他家祖传下来的东西，绝对是真东西。哎呀，10几岁的年轻人卖给你就对了。这说实话，正常的这个银元啊，普通人绝对是不会以这样的便宜卖给你的。我先简单的跟你说一下，这年轻人的东西啊，你最好别碰，因为这些银元啊，你想一想，年轻人他急用钱，很有大几率啊，就是拿家里边的人偷偷卖的。他年纪也不小了，有个18、19了，要不然小孩我绝对不敢收。那是的，你这运气还行，第一次下乡收获，说实话总算是没有收到假货。一般这个第一次下乡收获啊，对银元啥都不懂，基本上收假的太多了。你看你这10块银元，2块小头，1块这个北洋龙，总体来说收获还不小。先说你这里边最值钱的这一块北洋龙吧，34年的长尾龙。这个34年长尾龙啊，发行量比较大，基本上现在这个农村20块里边有1块，这都很正常。你这个是传世宝浆，壁面整体来说，虽然说有点流通痕迹，整体来说还说得过去。这个北洋龙啊，一般都是看它的龙鳞，整体来说你这个龙鳞还不错，也算是正常的流通品相吧。因为这个没有板，这北洋龙也就一般的话也就3000来块钱，3000多块钱。那就不吃个一个都3000多的，其他还不是赚钱吗？那对，这个北洋龙是大底儿，其他的看看你这俩小头吧。一般这种小头啊，这个下边也存世量也挺多了。你这俩我仔细看了看，这种包浆一个是大老黑，另外一个就是稍微带一点包浆，壁面整体来说还可以。一般这小头啊，它只要不带板，一般它是在我们这银元里边也算是最便宜的。你这俩也没有戳，也没有伤，1块700，2块1400，这3块银元算是目前来说算是够本，剩余的全是赚。对，赚了也就赚了7块这大头。7块大头，我先看看里边带不带板，因为这一般这大头啊，带板的话能多卖钱，不带板也就1000多块钱。你这说实话小赚一笔。基本上这个年轻人卖东西啊，他们是对这个行情不懂，明白吧？如果说大人卖的话，他这绝对不会那么便宜卖给你。你想想，10块才花了5000块钱，1块才花500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说实话，哪有那么便宜的银元？稍微有手机的话，他们也不会这么便宜卖给你，对不对？那我仅揣5000块钱都赚那么多，我感觉这个小孩的东西，我下次还会去找他去再去要。正好你说相反，这个是9年的金发，我看这里边就一个金发，其他的都是通货大头。7块的话也就8000多块钱，你这一次稳赚8000多。对呀，我还去找那小孩再给他，我叫人卖给你，我留着本儿，我叫他家全收过来。
你正好说错，你这个东西我也没法要，因为年轻人的东西我这确实没法要。不碍事，我建议你还是最好把你的钱要过来，还还给他，因为这个东西啊，年轻人对不对？他都不靠谱。他成年了啊！哎，那你真不要吗？我真不要，你再转转吧。那不要，我去转转去。好。啥东西拿出来看看呗？啊，戒指，这个是银元。啊，这看一下这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银元真的假的？看着。银元看着不假，比较真。这个戒指也不假，这咋来着？这婚家的，俺爸说叫戒指给俺姐，2个银元给我。我感觉这个戒指应该值钱点吧？戒指值钱点，戒指反正也有10来颗，还差不多。这2块银元还可以，这都是真东西。再放个几十年，这银元不是更值钱了吗？再放几十年，银元更值钱。这谁跟他说的呀？俺爸说这再放几年，这银元顶个几十万了。我感觉我分一个戒指有点亏，我想再要个银元。啊，你的意思想要1块银元？这戒指啊？那不行，我感觉现在戒指值钱点了，我都想要这2个银元，戒指也可值钱。你想要这2块银元？至于这个银元再放多少年能值几十万，这个事儿，我感觉着啊。这咱受不了。那银元不是越放越值钱吗？银元越放越值钱，但是它近期来说啊，咋说呢？它有它的一个价钱量，对吧？分人分的都不均匀，俺爸后来反正有是值钱，这个戒指是定时的都那些。那你这个东西都物价高了，戒指也会涨，放你们这意思。那对呀，这个戒指暂时来说，这戒指现在你实话实说，你这个戒指你赚了，知道吧？戒指我顶好几千呢，这2块银元最多2000块钱吧。那意思我想个银元要不了了还。那你这个东西，那你要是按现在来正规分的话，这个给你黄金还是比较偏向你的。那现在的黄金是贵一点，那银元以后那都受不了了，都是我顶一套房子那2银元。那值不了。你这等于说咋说嘞？你这银元反正都是这银元，你要是叫我分家，现在叫我要，我肯定选这个戒指了。这戒指肯定得大于银元，对吧？你别讲以后，你讲以后干啥？讲以后那是没准的事儿，对不对？那讲眼前。那你说俺爸还是像俺姐的，那对，哎对，像你那像恁姐。他非得还得要我银元的，那银元反正你得知足，得懂得知足，你知道吧？这把谁也不像，都一样差不多。戒指给你，我放银元，值钱我也放着吧。好吧。以后该值钱了。看我这有一块家传的银元，看是银元里面的大熊猫了。哦，我感觉你应该是没见过吧？恶兆了9年冤大头，你别说见了，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，我只见过恶兆了2角银号。哇塞，你这两面咋都是这个冤大头啊？没见过吧？没见过。刚才我就说这是银元中的大熊猫。世界上独有无二的银元，只有我家里有。确实是没见过。而且你这一面还是签字版，我知道3年里边有一块签字版，而你这个竟然是9年。壁面这也不说一眼开门啊，做工看着很一般。我看你年纪得有60、70岁了，这么稀奇的双面银元，这啥时候从恁家传下来了？我今年都快70人了，这块银元在我家最少也100多年了。100多年了啊！我老太爷留下来的。100多年前老太爷留下来了。但是民国那时候，他即使是1兆的银元的话，1兆币也不带有这样不严谨的呀。哪有双面这都是袁世凯头像了呀？你是啥意思啊？我这个双面银元，它是有来历的呀。当时我老太爷在过去在武昌，造币厂收入一把手。这个双面银元是专门为我家制造的。我知道恶兆2角是出自武昌造币厂，因为存世量较少，一直受到大家的追捧。但是像你说的啊，那老太爷是武昌造币厂的一把手，专门为自己的子孙后代造一个版的银元，这也不太现实啊。因为银元的木模很贵，都是花重金请国外的设计师雕刻的，代价很高，在当时可以说是倾举国之力吧，才有这个实力啊。现在咱俩不过多的讨论这些问题啊，还是随着实际的吧。我感觉现在少500万我是不买，要价500万。如果真像你说的是孤品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话，那后边再给你加个0也不为过啊。
你说这话我爱听。哦，我现在都18年级了，要太多钱也没多少用，能够给儿子买2套别墅就行了。大爷，你的要求不高，我也不能光听你在这里讲故事，具体音源能值多少钱啊，还得看它的版和这个品相。那你就再仔细看看吧。俺这音源在你手里，价钱只能多，绝不能少了。再说你这个音源之前，我先跟你说一下我对这个音源的4点看法。第一，恶噪在2角音号里出现过，且只有9年这一个年份。恶噪2角啊，现在一直都是大家这个追捧的大针。至于1元，说实话闻所未闻，所以这是第一个不对的地方。再看另外一面，也算是犯了同样的错误。这个签字版啊，在3年的版里边只有3年这个年份有，当时因为是属于样币，并未公开发行，所以价格也不便宜。但是你这个又是9年又是签字，这很明显让人看着很不舒服。反正是两面，这个都犯了这4个毛病。你别挑毛病了，你直接给个价吧，给报个价，看看这给多少吧。我这不是挑毛病，我看你这个音源啊，按理说如果是触摸的话，不存在这个弱打，你可以细看一下它这个边齿，有些地方它是弱打嘞，还有它的这个字口，这很明显啊，这个和深打挂不上边儿。我说的是事实。另外第4点就是它这个报奖了，可以说是整体品相没有报奖。你也知道，100多年前的音源，它放到现在无论如何它都是有报奖的，不像你这个什么都没有。还有它这个边齿，你可以整体看一下，整体划一，银子倒是银子，应该算是现代的真银假币吧，100多块钱的样子吧。100多块钱，那你这个价钱给的太少了。我这准备给孩子买别墅的呢，少500万绝不会买的。500万，你想的也确实挺美。你知道现在500万能买多少个大针吗？像我说的恶兆2角能买80个。3年的签字版，说实话也能买1个了，所以大爷，你这买这个不太现实啊。家产的双面大头，你居然不识货音源中的大熊猫呀！对，我去找适合的吧。那行，那你再找别人看看吧。好吧，好吧。老板，我让你看一块东西。一块音源。对你，俺这个朋友啊，是真的不地道。他结婚的时候，我给他随500块钱的礼。这前2天我结婚，他从他家里给我拿一块这给我了。这是遇到啥事儿了？他结婚的时候，你看我给他随礼随500块钱，这可咱这也算多了吧，对不对？那是，500在咱这个小城市结婚随礼算不少了。一般礼尚往来、人情世故也都200块钱。只有关系特别好了呀，才会随500。看来你们俩也算是多年的好朋友了。对呀，我把他当朋友，他这怪好。不但不给我拿钱，从他家里边拿一块破这音源给我了，还说以后管当传家宝。你这个朋友能从家里边拿出来这块音源啊，这说明他家在过去应该是地主啊，不然不会拿出来一块音源送给你。至于你这个说了结婚没有给你随礼，却给你送了一块音源，你感觉这块音源还不如这500块钱？那肯定不值500块钱啊！以前俺家有音源，几十块钱一块都卖了，都不值啥钱。几十块钱一块卖了，这说明那时候你卖音源的时候应该时间长了，最主要是你对音源还不懂。我先来给你讲一下。你认为这块音源不值500是低看了，最主要是你对音源不懂，所以才会对你这个朋友啊有误解。这有啥误解？他都感觉他家里面有音源，俺家没有，就拿这专门气骂我嘞。那你认为这块音源能值多少钱呢？值多少钱？这一块音源，这么大一点银子，那商场里面卖的那银肉镯不才10几块钱一颗吗？这最多2、3百块钱呗。你不能这样算，你这个按银子算的话，它确实是不值啥钱。感觉你给他随500，结果他送给你一块银元，也就值2、3百。这事儿说实话，放谁身上是越想越生气。还是那句话，你对那朋友有误解。首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，这块银元啊是一眼大开门，壁面非常干净，属于传世宝奖。像那朋友说的那样，适合当传家宝。银元谐音姻缘，你看结婚嫁女接物高了呀，都讲究送这个。说实话，送这个要比送钱更有传承意义。
因为音源啊是不可复制、不可再生的东西，是越来越少。你想一想，以前恁家里边也有，因为这个种种原因，能把它卖了，是吧？对啊，那时候才卖了几十块钱，而现在的这个音源啊，已经是今非昔比了。你的这块是属于大青玄山龙阳3剑客之一，是目前这个音源里边啊最热门的币种之一。你说你现在按银价去买的话，你这个把咱这个城市啊翻一遍你也买不到。大青玄山呢有3个班，深班、前班和阿后点。你这块你看银字出头，然后这个是属于双眼皮云啊也出云了啊，这是属于典型的深班。因为银元在过去啊它是属于这个流通货币，有少许的这个流通痕迹啊也都属于正常。我看你这个地方看这摔了一下。是的呀，我想着他又不值钱，昨天我都有点生气，从盒子拿来的时候摔了一下。摔了一下，这个银元能值多少钱啊？和他的这个状态密切相关。别的咱都不多说，就因为你昨天生气啊，摔了一下，就这个地方，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，你这一下子啊，损失2000块，相当于2000块钱没有了。2000块钱没有了，那这块银元到底管值多少钱？那值多少钱？就目前你这个状态的话，我给你看，6000块钱完全没问题。6000？对。你可别开玩笑。我不开玩笑。这既然看你那么专业，我正好急用钱嘞，6000给你了。给我。对。完全没问题。你这块银元，说实话，6000块钱，我能捡个小漏。哎，实话实说都是这。捡个小漏。对。我看你真想要，那还是算了吧，毕竟俺朋友给我的，现在卖了也不合适。那是嘞，确实，这个朋友送的也算是一份心意啊。如果说你不缺钱的话啊，最好是也别卖。说实话，你这朋友还不错，可以长时间相处。因为你对银元不懂，哎，有点小误会也算是正常吧。哎，你看你卖不卖？不卖了，那给我吧，我先留着吧。哎，还留着吧。这个恁朋友不赖，确实不错。说实话，能送你7000块钱银元，比500块钱强。是这种，谢谢你啊，老板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